你有没有曾经想过，人类的眼睛在黑暗中什么都看不到，但奇怪的是，我们的祖先却能在地球上存活30万年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原始人到底是如何度过那些漫长的夜晚的呢？第一章，火改变了一切。让我们先从最基本的问题开始，原始人是怎么活过黑夜的？答案是火。考古学家在南非的斯瓦特克兰斯遗址发现了距今约100万到150万年前的用火痕迹、烧焦的动物骨头，以及骨骼受热后留下的化学变化。这不只是取暖那么简单，火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一天的时间结构。在火出现之前，原始人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，太阳下山就躲起来不动，因为黑夜属于掠食者。豹子、土狼、狼这些动物的夜视能力远超过人类，夜晚出行就等于主动把自己送上餐桌。但一堆篝火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。火焰周围大约10米的范围内，大型掠食者不会靠近。研究现代狩猎采集部落的人类学家记录到，在没有火的情况下，独自在夜间行走的人遭遇危险的几率显著更高。这不是比喻，即使在今天也是如此。火给了人类一样从来没有过的东西，多出来的时间。夏天的白昼大约12小时，冬天只有8小时。有了火之后，每天凭空多出2到4个小时，听起来不多，但乘以几十万年，这些多出来的夜晚彻底改变了人类这个物种。第二章，夜晚的对话。那么多出来的这几个小时，原始人在做什么？人类学家的这个答案出乎很多人意料，说是纳米比亚与波札那的朱霍安息人，是目前地球上生活方式最接近远古人类的族群之一。犹他大学人类学家波利维斯纳分析了174段白天与夜晚的对话，并补充了68段在2011至2013年间重新录制的篝火故事。白天的对话几乎都是实用性的，去哪里打猎，哪片草原的果子熟了，谁和谁之间有纠纷。但到了夜晚，围着火堆之后，对话的性质完全变了。大家开始讲远方的人的故事，讲神灵和宇宙的起源，讲那些让整个营地捧腹大笑的笑话，讲那些只存在于想象中的事物。维斯纳认为，这些夜间故事激活了更高层次的心智理论，也就是人类理解别人在想什么的能力。篝火是人类最古老的剧场、学校和庙宇。第三章，星空是他们的第2本书，但夜晚带给原始人的不只是故事，还有星星。在没有光害的世界里，肉眼可以看到大约5000颗星星。银河不是你需要开车2小时才能欣赏的奇景，它就是每晚理所当然的天幕。今天全球约有1/3的人无法从居住地看到银河，北美地区这个比例高达80%。不到100年前，巴黎市中心还能看见银河。对原始人来说，这片星空不是装饰品，它是历法、地图和神话的来源。埃及人靠猎户座腰带上的3颗星预测尼罗河的泛滥季节。波利尼西亚航海者凭着记忆中数百颗星星的位置，横渡广达16000公里的太平洋。澳洲原住民看银河中的暗星座，不是亮星之间的连线，而是星云遮蔽后形成的黑暗轮廓。用来判断鹅苗的产卵季节，决定狩猎时机。也就是说，那些漫漫长夜里，原始人并没有闲着，他们仰望天空，用整个宇宙思考自己的位置。他们的研究日记写在每一颗星星上。第4章，你不知道的睡眠方式。好，说完了火、对话和星空，我们来讲一件更颠覆认知的事。原始人根本不是像你一样睡觉的。历史学家罗杰·埃克奇花了16年研究历史文献，找到了超过500份横跨数个世纪的原始资料，15世纪的法庭记录、医学手册，甚至更早的文学作品。这些跨越几百年的文字都提到同一件奇怪的事：头觉和二觉。人们在入睡约4小时后会自然醒来，在黑暗中清醒1到2个小时，然后再次入睡直到天亮。这不是失眠，这就是当时所有人的正常睡眠。那么他们在那段清醒的时间里做什么？答案五花八门。有人去拜访邻居，有人趁记忆犹新解读自己刚做的梦，有人躺在黑暗中静静的想事情。一份16世纪的医学手册甚至建议，深夜这段清醒的时刻是读书、思考、反省的最佳时机，因为夜深人静，思绪最为清晰。但奇怪的是，几百年来，历史学家读到这些记录，
都自动把头教理解成别的意思，因为他们根本想不到人类曾经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睡觉。这个偏见深到什么程度？翻译古希腊文和中世纪拉丁文的学者，为了让文字符合现代人的睡眠习惯，竟然直接把这些词翻译错了。第5章，科学证明了历史。那这只是历史记载吗？不过1992年，精神科医师汤马斯·韦尔在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发表了一个实验结果。他让8名健康男性连续4周每天体验14个小时的黑暗，不能有任何人工光源。结果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该怎么睡，每一位参与者都自然地进入了同样的模式，睡4小时，醒来1到3小时，再睡4小时，就好像身体里有一个沉睡了几百年的城市突然被重新启动了。更惊人的是，韦尔测量了他们在那段清醒时刻的荷尔蒙水平，发现了不寻常的东西。他们的大脑正在分泌比平时更高浓度的催乳素，这是一种在深度放松冥想后才会明显升高的荷尔蒙。受试者描述那段清醒时刻的感受，平静、沉思，几乎像是在冥想。这不只是睡眠中的一个空白，而是一种现代人几乎完全不知道的意识状态。第6章，即使只是周末，身体还记得。韦尔的实验需要4周才能观察到效果，但后来有人问，如果只是短暂脱离人工光源，身体还记得吗？科罗拉多大学的睡眠研究员肯尼斯·赖特在2013年做了一个实验，他让8名志愿者在科罗拉多落基山脉野外露营1周，不能使用手电筒或任何人工光源。结果所有人的褪黑激素分泌时间提前了将近2个小时，回到接近日落时就开始分泌的状态。接着他在2017年进一步测试，只露营1个周末够吗？答案是是的，即使只有2天，褪黑激素周期也提前了约 1.4 小时，达到完整1周效果的近70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30万年的演化记忆，只需要2天的黑暗就能开始苏醒。第7章，我们失去了什么？那是什么让这一切消失了？答案很简单，光。17世纪，法王路易14下令在巴黎街道安装路灯，以减少夜间犯罪。伦敦跟进，19世纪煤气灯普及。1879年，爱迪生将电灯泡商业化。短短1个世纪内，人类30万年来习惯的黑夜就这样消失了。现代人平均在日落后还要再暴露在人工光线下7到8个小时。你的眼睛接收到这些光，大脑就以为现在还是白天，抑制褪黑激素的分泌，让你的生理时钟彻底错乱。萤幕发出的蓝光，偏偏是对人类生理时钟影响最强的光线范围。你的大脑无法区分手机萤幕和正午的太阳。结尾反思，我们消灭了黑夜，然后把它叫做进步，但我们很少谈到我们同时失去了什么。那种在头觉与二觉之间存在的清醒状态，那种高催乳素近似冥想的宁静，对大多数现代人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了。取而代之的是失眠，然后我们把它当成疾病去治疗。但如果凌晨2点突然醒来，躺在黑暗中睡不着，不是你的身体在故障，而是他在试图回忆一件非常古老的事呢。30万年前，你的祖先坐在篝火旁，在同样的黑夜里，仰望那条横跨整片天空的银河，不是开车2小时才能看到的奢侈，而是每一个夜晚理所当然的天幕。他们在漫漫长夜里说故事，关心，思考，用一种我们已经失去名字的意识状态，静静地与自己同在。我们用一个电灯开关换掉了这一切，而大多数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它。所以，下次凌晨2点突然醒来时，请停止焦虑，这只是原始人遗留下来给我们的基因本能而已。故事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你喜欢今天的故事吗？我是阿财，这里是阿财的研究日记。我们下次继续研究。